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，这一年的娱乐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综艺方面，选秀节目被叫停，快本停播，好声音扑街，种种现象似乎都在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。然而，在这一片萧条之中，披荆斩棘的哥哥却犹如一匹黑马杀出重围。而于姐在反复观看节目后，很快就被其中一个93年的小伙子给圈粉了。追踪的小伙伴肯定知道我在说谁，没错，就是说唱歌手 Bridge。其实节目一开始 ，Bridge 这个名字，这位 rapper 大部分观众是不知道的，就像陈小春拍摄的调侃短视频一样，我觉得你兄弟不尊重我兄弟，不记得 Bridge 的名字，这种类似的情节经常发生，可能只在 rapper 圈小有名气，但没有一个能够出圈的机会和作品，在大众圈子里籍籍无名，这是节目初期的 Bridge。而盖对陈小春的这种不尊重论质问，更是让本来就让观众心中没有印象的 Bridge 变成了一个骄傲自大的形象。仅仅靠与盖的友情，在这个节目是走不下去的。所幸 Bridge 之后在节目中的高情商表现，一步步洗清了观众的讨厌。他首先为看不懂规则的大湾区哥哥们读懂了规则，而后让以陈小春为首的社恐人士退居二线，所有抛头露面需要说话的场合都自己上。之后他尊重陈小春的任何选择，以大湾区哥哥们的需要为首 ，rap 作词他上，歌曲编曲他来找人。Bridge 专业的和非专业领域的事情，他都帮大湾区哥哥们做了。如果做的谄媚，会被大家说抱大腿，但 Bridge 帮助的很自然，表现的不荣不辱。再加上他身边的朋友也说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会打圆场、会说话技巧的社交达人，这就让观众们渐渐接受了他，觉得他是真心诚意的。Bridge 人虽然长得不高，还有点痞气，一副不好招惹的模样，但无论是在节目里还是在网络上，却又都有着相当不错的评价，尤其是综艺里那么多老牌艺人、顶流明星也都对他交口称赞。赵文卓对这个小伙子印象极佳，陈小春称他是年纪轻轻但说话成熟，张智霖夫妇更甚，直接把他认作了干儿子。看了综艺之后，于姐发现，作为一个年轻的90后歌手 ，Bridge 身上有着同龄人所不具备的成熟，尤其是他的高情商，堪称好评收割的模板。从籍籍无名到如今的热搜不断 ，Bridge 的成功不只是简单的高情商3个字能概括的。Bridge 有一句名言：桥可以连接各种方向，而我是那座桥。在节目里，他确实做到了为团队牵线搭桥的作用。Bridge 刚出场的时候，和盖和 Ricky 组队，在这个小组他年纪最轻，却被推举为组长。按理来说，无论是年龄和资历，盖都是队里的大哥，但他却说 Bridge 沟通和交际能力都比他强，谁出来当队长都不如他出来当队长。从此 Bridge 重回巅峰之路便顺势而起了。Bridge 作为队长的这一组，2个说唱歌手，一个吉他手，各有各的才能和风格。在一开始组队的时候，团队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。盖非常主观，认为要有说唱的样子 ，Ricky 也很有个性，认为要凸显乐队的元素。作为队长的 Bridge 敏感地察觉到有火药味，于是站了出来。一方面，他跟盖一起对 Ricky 主动示爱，让 Ricky 感受到关爱，有存在感。另一方面，他让盖主观意识往内收一点，同时带领盖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共同维护好团队的友谊。一个高情商的人，总能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，而且能在尴尬的局面勇敢站出来，充当团队的润滑剂和牵线者。作为队长 ，Bridge 主动承担起照顾队员、化解团队矛盾的责任。作为队员，在和大湾区哥哥们的合作中 ，Bridge 也扮演着为团队建言献策的作用。即使最后被淘汰出局，他也没有表现出伤心难过，而是主动安慰哥哥们，还为哥哥们分析当前形势。年纪最小，但最能为团队着想，充分展示出高情商。知乎关于高情商的人是怎样的问题里有一个高赞回答：高情商的人懂得处处为他人着想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虽然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当大家实际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能主动站出来，因为很多人想的是自己的情绪和利益，而不是为团队着想。只有真正把团队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，才是高情商的领导者。正如 Bridge 说，这世上没有路的时候，那就有了桥的出现。10月8号那天 ，Bridge 又上了热搜。他在节目《了不起的异能》节目里分享，自己被淘汰后的第一条短信是干妈袁咏仪发的：“我舍不得你走。”而 Bridge 自己却很开心的回应：“我赚到了，我来到这个节目被大家认识，还成为了张智霖和袁咏仪的干儿子，没有谁比我更值，我一点都不亏。” Bridge 跟张智霖夫妇关系很好，在节目里，张智霖也表达出对 Bridge 的喜欢，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干儿子。但不论关系有多好 ，Bridge 却也不会在节目中称呼张智霖做干爹，而是叫张智霖或智霖哥，让大家不会产生
生一种勾搭关系的感觉，也不会让张智霖感到不好意思。正是这份公私分明，让 Bridge 的高情商得到了很多网友认可。演员张晋有一次提到 ，Bridge 曾主动提出给他写歌词，让他很感动。因为在节目中 ，Bridge 组跟张晋组是竞争对手，但 Bridge 并没有因为对方是竞争对手就拒绝对方的帮忙。他对张晋说，虽然舞台上是竞争对手，但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。这种胸怀和格局跳出了比赛本身，是一个真正情商高的人的表现。叔本华曾说，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，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彼此，离得太远又会感到寒冷。Bridge 有一次跟言承旭聊天，谈到了对言承旭的印象。他说，言承旭有时候像一个需要保护和照顾的男孩子，很想去融入大家，但很难融入进去。言承旭听完后感同身受，承认自己很难融入，会受到挫折。Bridge 又提到，言承旭现在的样子不同于以前《流星花园》里阳光的形象，直接而真诚地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。言承旭像小孩子一样看着 Bridge， 跟 Bridge 袒露心扉。现在的自己就是比较内向。最后 Bridge 像大哥一样给言承旭提建议，要多照顾自己，整理好外界的看法，把内心的世界敞开。这让言承旭差点就要哭出来。他觉得 Bridge 就像是一个相识很久的老朋友，很懂自己。相信很多人以往对于 rapper 都有绯闻多、感情史和私生活乱的刻板印象。Bridge 日前在参与录制节目《了不起的异能》时，就曾在受访过程中为同为 rapper 的哥哥们证明解释道，说唱歌手在穿搭造型和平时的举止上确实看起来爱玩爱闹，但其实对待家庭感情时是十分认真、有担当且深情的。2020年11月，儿子 Lucky 诞生。新手奶爸 Bridge 开心发文分享喜讯，也公开向老婆告白喊话，承诺会当个好父亲，感谢我伟大的老婆，我们一起经历与见证了这个神奇的过程。我要告诉全世界，我一定会是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好爸爸。随后，老婆也转发微博回应，大声告诉全世界，拥有你是最幸福的事，我的幸运儿。当时 Bridge 老婆所在的妇产医院工作人员也透露，有些人看起来是拽拽的冷酷 rapper， 私底下却是妥妥的宠妻狂魔。没错，说的就是 Bridge。回顾 Bridge 去年底上传的视频，圣诞节当天适逢老婆的生日，而2020年圣诞节也是小两口在儿子 Lucky 诞生后首次以为人父母的身份庆生。超暖心的 Bridge 为了给老婆惊喜，特意将自己打扮成圣诞老人模样，还耗时准备了27份礼物，寓意一次补全老婆从1993年出生到现在27岁每一年的生日礼物。希望让这一年里辛苦孕育儿子 Lucky 的老婆可以在收到礼物后感到惊喜和感动。由此也能看出 Bridge 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男人，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呢？懂得感恩，知足常乐，愿意察言观色，善于社交，对很多人都保持着尊敬。这也许也是 Bridge 一路走来被很多观众认识到，并且觉得这小孩还不错的原因，也让陈小春从最开始对 Bridge 的评价，从挺可爱的那孩子到最后不舍淘汰，红了眼眶。就像 Bridge 自己说的，这次披荆斩棘的哥哥淘汰他不亏，他收获了一群喜欢他的哥哥们，也让很多观众认识了 Bridge， 知道了 Bridge 是沟通的桥梁，这很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点赞加订阅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